这一节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乌俄战场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从3月份以来呢，俄军是一路的猛攻，夺下了超过3500公里领土。那9月份，大家很关心的是说，现在战况呢明显的放缓了，让外界开始怀疑说，这是不是俄军你开始打不动了呢？所以现在呢，战场上的前线最新战况，我们要请厉将军来帮大家分析。好，我来跟大家报，因为我们经常看俄罗斯的地名，大家都并不了解哈。那如果说用图来说明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相关的位置哈。我现在首先说明，这个如果说就军事野战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场战争，这个俄罗斯打的是标准的外线作战哈，那乌克兰打的是内线作战。那外线作战，这个所谓外线作战就是多线采取向心攻击。那现在俄军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分得出来哈。大概我认为说有3线，第一线是从这个库斯科尔这边沿着苏梅哈，向这边发动攻势，这是第一线。这个所以这边有讲苏梅。第二线就是这个哈尔科夫哈，哈尔科夫这边就是伊久姆这边哈，这个向这边发动攻势。这边有个库皮扬斯克，等一下我特别会在这边跟各位做说明，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第3线就是我们常讲的红军村哈，朝向扎波罗热这方向发动攻势，大概可以区分为这3线在发动攻势。那外线作战有一个这个战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这3线可不可以协同一致、协调一致？如果说有一线没办法协调一致的话，你就很容易被内线作战的军队来讲的话区分击灭。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由于这个俄军它通讯器材都已经非常的进步哈，所以3线协调得非常很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哈，这是战略上面来看，我们讲说战术动作，这是来讲红军村这边，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川普冒出一句大话，说俄罗斯是纸老虎，然后这个泽伦斯基也很飘哈，说他这个叫乌克兰叫这个克里姆林宫那边要准备这个坑道这个防空洞哈，他准备要反攻了，而且这个川普说，如果说是这个让北约支援给乌克兰适当的军援来讲的话，他们有可能收复乌东的失土，全部收回来。为什么川普讲这句话？因为在红军城这边哈，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红军城发生什么变化？就是乌军打了一场胜仗。那时候乌军为什么打胜仗？他用他最后的预备队叫做这个亚速旅12旅投入到这个地方来。那时候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哈，这个在战术上面他太突进了，太冒险，他往前面突进，往前面打进去，你侧翼就两边的。就像是往前面一拳头打出去，你2边的这个腰部就露出来了嘛。他这个乌克兰军队就用他打他的腰部，用这个亚速旅去打他腰部。所以这边来讲，他确实是收复了3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另外来讲，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哈，所谓外线作战的诀窍就在这边，他把他这个我讲的亚速旅战略预备队吸引到这边来之后，我故意露一个破绽让你吸引到这边，结果没想到在库皮扬斯克这边，俄军采取了攻势，而且夺取了这个城市。库皮扬斯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中间有一条河，那你必须要渡河，渡河攻击很难的。你这个击敌于半渡嘛，那你要完整的渡河，建立滩头堡之后，你后续的战援这边物资要运过去，所以这个俄军原来一直被挡在这条河的这种东岸这边。那现在来讲，他把这个亚速旅吸引到这边，他这边就攻过去，攻过去以后，很快的，他即将会这个攻占伊久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9月份不是没有打动，不是减缓，而是他把这个地方我让出来，这个军队作战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我把这地方让出来，吸引你部队吸引过来，我从这边采取攻势。他除了这边采取攻势之外，另外在哈尔科夫北边沃尔昌斯克这边也采取攻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特别要讲哈，俄军在战略跟战术上面运用确实是配合得非常好。我这边将你部队吸引过来，我就从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发展发动攻势夺取过去哈。那现在来讲的话，普丁又签了13.5万人的征兵令。我认为来讲，现在这个时间点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10月底的时候，刚好是乌克兰的翻江期。翻江期是不适合大军作战的，因为你会陷在泥淖泥泞里面。但是如果说是到了11月哈，土地下雪结冰以后，土地结冻之后，我相信这个普京
会继续加大他的攻势，因为他现在很明显已经在征了13.5万人的兵力部署在这边，那可能这个等到他控制最后节点，现在来讲的话，西方已经说这线已经是他们讲说是新的这种顿巴斯防线了。但是这是这个什么叫就是西方学者的说法。如果用军事说法，这叫什么？我认为是最后确保线。如果这条线你没守到的话，我想后续来讲，乌克兰可能全军败退。好，谢谢李将军非常专业帮我们剖析现在最新的战情。但是另外一头我们要来看到是美国他提供的给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因为过去呢曾经被吹成是防空神话嘛，但是现在战场上传回来的数据好像不是这样哦，说这个拦截率只剩下6%，几乎完全失效。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乌克兰的防空网面临到巨大的漏洞了呢？张将军，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随着俄乌战争的这个递延之后啊，这些乌克兰来自于获得西方的这些装备呢，它的电站频谱、电子频谱、电子参数啊，被俄罗斯啊这一方面中整完毕，收集了，有大数据的，有资料库了。你就是这些几个频道，你这个是 X 段的，你是 L 频段的，你这是 S 频段还 K 频段，都很清楚。你这样子的话，越打到最后面，拦截率成功率越来越差，因为电子战的惯性呢，电子战惯性被俄罗斯摸透了，你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一个俄罗斯的这些飞弹呢，就可以做一些应对，有一些抗干扰，专门去抗干扰，把这个爱国者2跟爱国者3型的这些飞弹呢，给干扰到它的地方，就变成这样，被掌握住了，整个的节奏，电战的节奏被俄罗斯掌握了。所以现在这个爱国者2或爱23去拦截这些飞弹的，这个成功率就相对有限。现在这乌克兰所获得的爱2跟爱3呢，是老批号的，它的速度啊，大概是3.5倍音速上去拦截。但是我们现在俄罗斯所发射的这个伊斯坎德尔，它的终端的速度是6倍音速，你3.5倍音速去拦6倍音速，困难呐，你太慢了，它的速度还比你还快。如果拿真果树飞弹的话，俄罗斯打过真果树飞弹呢，它的速度是11倍音速，你怎么去拦？那么快，你那么慢，怎么去拦？因为在我们叫拦截，在看速度，要比你快，我就拦截到你。结果我就拦截你越跑越远，怎么去拦截？或者在速度上，这个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占有优势，因为它采取攻势，它发射的是飞弹。第三个，我认为乌克兰训练不够，拿的是老批号的，你是旧弹，因为新弹不会给。爱国者3已经到第3代了，第3代的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6倍音速哦，第3代，但它拿的是3.5倍音速，老批号。然后现在训练又不够，乌克兰他是上战场了，他能够操作吗？每一个人都老到，你只是刚合格，人家是成熟跟老练，你是要合格阶层，那人家是老练阶层，你合格对老练，当然没办法。所以我认为他的最早消耗过快，补给太快，训练不够，造成他比较战场上比较生疏，对这些武器装备的使用并没有那么老辣。所以他现在拦截的成功率是有限的。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可能也收集了大数据。原则上，这些电子参数、电子的频谱不外泄的，因为这都是极机密。打仗的时候，如果一泄之后，那我们赶快做调整，因为已经被人家掌握了，所以他都保密不分享，自己弄不到。结果这个乌克兰还被蒙到鼓里，因为这个还蛮有效的。结果一上去之后，弹落荒郊，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到。所以到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在这方面是比较吃亏的。最重要的是它的战争的耗损太快，兵员的补充，这个仓促成军，毕竟战力有限。是，确实现在乌克兰的防线吃紧。那川普呢？大家形容说他是不是突然间好像吃了后悔药？因为他批准说提供这个机密情报，要帮助乌军来打俄国境内的能源设施，说下一步还要送上战斧巡弋飞弹。那同时，欧盟也准备要动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援乌克兰，但是普丁就放话了，他说：“你敢动用俄国的资产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资产全没收。”那北韩方面也是有动作，他们派了2万的工人进驻到俄罗斯生产沙赫的无人机，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等同是给了俄军非常强大的后盾。好，不过现在大家很好奇说，川普是真的会提供这个战斧飞弹吗？还有说，欧盟你动用资产，那北约会不会直接摊牌？还是就只是做政治表态？杨老师，我觉得现在战争进入到一个转捩点，也就是川普似乎恼羞成怒了。他本来是希望能够去促使停
停战，甚至和平协议。他还在阿拉斯加跟华盛顿接待了普京和7位包含泽伦斯基8位欧洲的这些领袖。结果不成功的情况之下，他现在大概想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去逼使普京退让。但是这招有用吗？过去的经验看起来没有用的，因为在刚才2位的解释很清楚，在战场上，不管是地面还是在无人机、在飞弹层面，俄国是占有优势的。那现在战斧飞弹能够去平衡过来吗？一枚战斧飞弹要多少钱？140万台币啊！对不起，140万美金呢。而如果我们看到日本在去年2024年买了400枚的战斧飞弹，居然花了2450亿日元，我算了一下，一枚就400万美元。那当然，日本买的一定比较贵。可是呢，在战场上，这种可以大概2500公里范围的射程的战斧飞弹，那你能够用几枚？你真的能打吗？你打到俄罗斯的能源的基地或者是军事基地，你会招来俄罗斯怎么样的反制？反制在乌克兰境内的核电厂会不会？甚至反制到北约国家波兰、波罗的海3小国，因为之前他在无人机上面已经这么做了。如果真的打下去，这个战争会升级的。这个战争一旦升级，那就会变成一个区域性的战争，不再是俄乌战争了。区域性的战争就是说，北约会被牵扯进来。当北约牵扯进来的时候，你美国有那个意志。你川普有那个意志，有那个胆量，最重要是你美军要被测试，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打这个战争啊？这个会完全的摊牌，这几个问题都是很深刻的问题。有没有那个意志？有没有那个胆量？最重要，美军真的有没有那个能力？北约有那个能力，搞到后来就是结果就这个战败。或者是干脆就草草的就说赶快结束，寻求和谈。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全球对美国、对北约就完全看穿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就是整个军事的对峙上面对俄罗斯、美国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最好能够去和谈。